大家好，我是宪。近期我开设了一个叫做宪时 Vlog 的频道，用来与玩家们分享我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趣事。希望玩家们可以帮我多多订阅支持一下哦。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在玩什么，我是宪。今天要向大家介绍桌游是宠物急诊室。玩家在游戏中将扮演着被动物家族所雇佣的医疗中介者，你们必须将雇主一家的健康视为首位，即使是普通的小感冒，也要想尽办法的将他们挤进较高的医疗环境。这是一款由台湾设计师所设计的手牌管理小品。游戏的游玩方式简单好上手，以轻松愉快的游玩方式，呈现出医疗院所正面临的就医乱象。游戏人数3到5人，游玩时间20分钟左右。那么事不宜迟，现在就来带大家认识这款游戏吧。规则只1张，医疗院所卡3张，转诊奖励牌12张，减伤提示卡1张，加购的罐罐指示物20个。玩家的配件有5组，每组包含轻症3张、中症2张、重症1张、家属4张、插队技术卡1张。单面减伤卡1张，双面减伤卡1张。将医疗院所卡按照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诊所的顺序放置到场中央，左右两边预留计分区以及等候区的空间。将转诊奖励卡放置在一旁备用。每位玩家拿取一组玩家配件，将插队技术卡以数字4的那一侧朝向场中央。如果有购买罐罐的玩家，则是拿取4个罐罐取代插队技术卡，将双面减伤卡挑出来，洗混剩余卡牌，形成自己的卡牌库。将双面减伤卡放置在牌库底，每位玩家从自己的牌库抽取2张牌作为手牌，决定起始玩家，游戏就可以开始进行了。游戏由起始玩家开始，顺时钟轮流进行。当轮到你的回合时，从手牌中打出1张牌。手牌有分病患、家属、减伤。病患跟家属可以有2种打出方式。第一种公开打牌，也就是排队。玩家可以将牌依照排队原则打在任意院所的等候区。排队的原则为重症优先，中症次之，轻症靠后。相同的等级则是先来后到。家属则是看前方有无自己的病患，如果有的话，就是放置在该病患的后方。同一张病患是可以允许后面排很多家属的，但如果前方都没有自己的病患时，家属就一律放置到最后面。另外有种情况是，如果同级患者的后面有跟着家属的话，那排队时仍然会放在同级患者的后面，因为新放患者的优先度永远大于已放置的家属。第二种盖着出牌，也就是插队，玩家可以将牌放置在任意院所的等候区的任意位置上，无需在意排队原则。玩家一场游戏中最多使用4次插队，也就是说每插队1次就必须旋转插队技术卡，或者是消耗1个罐罐。另外，当玩家的手牌剩余1张时，也是不能够使用插队的。在这边补充一项有关于插队的排队原则。公开打出的病患卡会优先放置在覆盖的卡前。举例来说，就是我想打出1张中症病患，但是该院所还没有其他的中症病患，照原则我会放置在重症以及轻症的中间。中间我有1张覆盖的牌，那我这张牌就会优先放在这张的前方，而不是后方。在医学中心以及区域医院的等候区都有卡牌的数量上限，当卡牌张数超过玩家人数时，就要针对多出来的卡牌进行下转。医学中心多的往区域医院送，区域医院多的往地区诊所送，地区诊所则是无任何卡牌数的上限。移动到新的院所时，会根据排队原则进行放置。那根据局势是有可能发生连续下转的情况。另外，如果下转的对象是家属，那就是一律放置在最后面。如果玩家打出的牌是减伤牌，那就会立马进行1次结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结算。第一步，将各医疗院所等候区的所有卡牌翻至正面，并依照排队原则进行顺序上的调整。第二步，将家属牌全数叠放到队伍中自己最前方的病患底下。若队伍前方无任何自己的病患时，
则家属会退回玩家手中。第3步，医学中心、区域医院等候区的前2位病患会移动到计分区，在计分区的每一位玩家的牌都要各自叠成一叠，因为你的病患是有可能同时夹带着转诊奖励，避免在最终计分时跟其他玩家的混在一起。地区诊所的前4位轻症患者会移动到计分区，在地区诊所的重症以及中症患者会进行转诊，重症患者会转至医学中心，中症患者会转至区域医院。转诊的患者仍然需要遵守排队原则。另外，在进行转诊的病患下方叠放一张转诊奖励卡，在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已经塞入病患底下的家属以及转诊卡都会一直跟随的这位病患，且他们这一叠牌在等候区时会视为同一张牌。如果玩家这回合选择的是排队或者是减伤，就可以从牌库抽取2张手牌，插队是不能够进行补牌的。当有玩家执行自己的回合前，发现手牌跟牌库的牌加起来剩余2张时，该轮游戏将会是倒数第2轮。当游戏的最后一轮结束时，会再进行一次减伤，减伤完毕后就会进入到计分的环节了。在进行计分前，在地区诊所的计分区拥有最多张牌的玩家，则可以平分剩余的转诊奖励卡，无法均分的奖励卡则会弃掉。在医学中心计分区的每一张牌都可以让玩家获得3分，在区域医院计分区的每一张牌都可以让玩家获得2分，在地区诊所计分区的每一张牌都可以让玩家获得1分，在计分区的每一张牌都是包含玩家的患者、家属以及转诊奖励卡。玩家未打出的牌，除了减伤卡外，都会被扣分。重症1张3分，中症1张2分，轻症跟家属1张1分。玩家未使用的插队次数，每次皆可以换1分。也就是说，如果玩家整场游戏都没有插过队的话，他就可以获得4分。以这个为例，狗狗玩家与熊熊玩家在地区诊所同为最多的3张牌，所以平分剩余的6张转诊奖励卡。狗狗玩家在医学中心拥有6张牌，所以获得18分。狗狗玩家在区域医院拥有2张牌，所以获得4分。狗狗玩家在地区诊所拥有6张牌，所以获得6分。狗狗玩家还有1张家属没有打出，扣上1分。狗狗玩家手中还有2个罐罐，获得2分，总计获得29分。游戏有总分最高的玩家胜出，如果遇到平手时，则是由扣分最少的玩家获得最终的胜利。宠物急诊室这款游戏，我觉得是一款很不错的派对游戏。虽然我是把它归类在派对游戏上，但实际上这款游戏还是保有一定的策略程度。只是我个人觉得在游玩上，它的娱乐性是大于策略的部分。玩家在游戏中可能会看着自己原本已经准备要在医学中心计分的患者，被插队的人挤到直接调到最下层的诊所，然后还可能因为诊所无法救治的，再度转院到区域医院，区域医院可能也不见得有位置的，再被当皮球踢回诊所。虽然这个游玩过程娱乐性十足，但是要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就要考验着玩家的策略安排了。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有喜欢我们拍的影片，记得按个喜欢，并且订阅一下，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